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我叫林浩，一个普通的快递员，每天骑着电动车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。女友苏文刚升职当了主管，本该是件喜事，可他爸却嫌我配不上他，百般刁难，想要我们分手。他以为我只是个送快递的穷小子，甚至不惜动用关系让女儿降职来逼我就范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当我说出那句话的时候，这个一向强势的国企干部瞬间慌了神。有些人啊，总是喜欢以貌取人，却不知道真正的实力往往隐藏在最不起眼的地方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那是个炎热的夏日午后，我骑着那辆破旧的电动车，车后座堆满了代送的快递包裹，汗水顺着额头流下，浸湿了工作服的领口，但心情却格外愉快，因为今天我的女友苏文要宣布一个重要消息。下午6点，我准时出现在苏文公司楼下，远远的我就看到他踩着高跟鞋从大楼里走出来，脸上洋溢着掩不住的兴奋。浩哥，苏文几乎是小跑着冲向我，一把抱住了我的胳膊。你猜猜看，今天发生了什么好事？我故作神秘地摸了摸下巴，让我想想，是不是公司食堂今天加了红烧肉？讨厌！苏文娇嗔地拍了我一下，然后兴奋地说道：我升职了，部门主管，月薪直接翻倍。我愣了一下，随即露出了发自内心的笑容。真的吗？我的女朋友这么厉害？当然是真的。苏文得意地扬起下巴。林部长亲自宣布的，说我这几个月的业绩突出，特别是上个月那个大客户的项目，为公司创造了近100万的收益。看着他眼中闪烁的光芒，我心中涌起一阵暖流。这个女孩用她的努力和才华，一步步在职场中闯出了自己的天地。那今晚必须庆祝一下。我说着，指向不远处的一家小餐厅。走，我请客。就那家啊？苏文看了看那家门面有些陈旧的川菜馆，然后笑着说：行，反正跟你在一起，吃什么都香。我们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。苏文兴致勃勃地跟我分享着升职的细节。你不知道，当林部长宣布的时候，办公室里其他人的表情有多精彩。苏文压低声音，像个小孩子一样神秘地说，特别是张小丽，她的脸都绿了。她进公司比我早2年呢，一直觉得这个主管位置应该是她的。我加了一块糖醋里脊放进他碗里。能者居之嘛，你的能力大家都看在眼里。那是当然，苏文骄傲地说。不过有件事我有点担心。什么事？苏文犹豫了一下，然后说，我爸妈知道我升职的事情，很高兴。我妈说想请你到家里吃顿饭，正式见面。我手中的筷子停了下来，说不紧张是假的，毕竟这意味着我们的关系要进入下一个阶段了。你不愿意吗？苏文看出了我的迟疑。不是不愿意，就是有点紧张。我老实地说，万一叔叔阿姨不喜欢我怎么办？苏文伸过手来握住我的手。不会的，我跟他们说过你的情况，说你人很好，对我也很好。我妈特别想见见你呢。那你爸呢？苏文脸上的笑容微微收敛。我爸，他对你的职业可能会有些想法，你知道的，他是国企的中层干部，思想比较传统，但是我相信，只要他见到你本人，了解你的人品，一定会喜欢你的。我点了点头。好，那就去见见。不过你得先给我恶补一下，你爸爸有什么喜好啊？他呀，最喜欢下棋，还喜欢喝茶。对了，他特别爱面子，
你到时候说话客气点就行了。放心吧，我会注意的。吃完饭，我们在街上慢慢走着，苏文挽着我的胳膊，一路上都在描述着他对未来的规划。等我在这个位置上稳定了，我想攒钱买套房子。苏文说，最好是2室1厅的，这样我们……他说到一半，突然停住了，脸颊微红。这样我们什么？我故意追问。没什么。苏文羞涩地低下头。反正，我要努力工作，争取早点实现我们的小目标。看着她可爱的模样，我心中满满都是温暖。这个女孩，她不仅在为自己的未来努力，更是在为我们的未来打拼。见家长的日子定在了周6，我特意请了半天假，还去商场买了一套稍微正式点的衣服。虽然牌子不怎么样，但看起来总比平时的工作服要体面一些。到了苏文家楼下，我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努力平复着紧张的心情。苏文住在一个老式的小区里，楼房有些年头了，但维护的还不错。他家在6楼，我拎着买的水果和茶叶，一步步爬上去。叮咚，门铃响后不久，门开了。开门的是一个50多岁的中年男人，身材中等，穿着一件白色的短袖衬衫，给人一种很正派的感觉。你好，我是林浩。我赶紧伸出手。苏叔叔您好。苏建国打量了我几眼，脸上的表情有些微妙，但还是伸手跟我握了握。你好，请进。客厅里，苏文正在帮着他妈妈摆放碗筷，看到我进来，他赶紧迎了过来。妈，这就是我跟您说的林浩。苏文拉着我的手，向一个温和的中年女性介绍道。阿姨您好。我连忙问候，并把手中的东西递了过去。这是我买的一点小礼品，茶叶是听文文说叔叔喜欢品茶。苏文的母亲王慧萍接过礼品，笑容很和蔼。哎呀，来就来了，还买什么东西？小林是吧？快坐快坐，别拘束。谢谢阿姨。苏建国在旁边看了看我手中的茶叶，是很普通的铁观音，大概几十块钱一盒的那种。他的眉头机不可察地皱了一下。小林，听文文说你是做快递工作的。苏建国在沙发上坐下，开始了第1轮的盘问。是的，叔叔，我如实回答。我在顺丰做快递员，已经2年多了。哦，快递员。苏建国点了点头。那收入怎么样？这个问题让我有些尴尬，但我还是老实地说，1个月大概4、5千的样子，具体要看送货量。听到这个数字，苏建国的表情明显变了，他看了看女儿，又看了看我，眼中闪过一丝不满。爸，吃饭了。苏文及时出来打圆场。妈做了好多菜呢。饭桌上的气氛有些微妙，王慧萍一直在给我夹菜，问长问短，显得很热情。小林，你家是哪里的？王慧萍问。我家在郊区，就我和我妈2个人。我回答道。我爸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。哎呀，那你妈妈一个人把你养大，真是不容易啊。王慧萍的语气充满了同情。苏建国在旁边冷不丁地问了一句，你们家有房子吗？这个问题问得很直接，我有点愣住了。苏文连忙说，爸，你怎么这样问？我就是随便问问。苏建国看着我，小林，你别介意，我这人说话比较直，没关系的。叔叔，我放下筷子，认真地说，我们家有房子，不过是老房子了，在郊区。我妈妈平时在家做些手工活，贴补家用。哦，苏建国点了点头，没有再说什么，但我能感觉到他对我的态度越来越冷淡。小林，你有什么爱好吗？王慧萍继续找话题。我平时喜欢看书，也喜欢运动。我说，对了，我也会下象棋。
不过水平不高。一听到象棋，苏建国来了点兴趣。是吗？那一会儿我们下一盘试试。好的，叔叔。不过我真的水平有限，您多指教。吃完饭，苏建国真的摆出了象棋，我们在客厅里对弈。苏文和他妈妈在厨房里收拾碗筷。小林，你学历是什么？苏建国一边走棋一边问。我是大专毕业，我老实回答。大专啊？苏建国的语气里带着一种说不清的意味。那你有什么发展规划吗？打算一直送快递？这个问题让我有些难回答。我总不能说我其实是在体验生活吧？我觉得任何工作都有它的价值。叔叔，我慢慢移动了一个项。快递员虽然不是什么高大上的职业，但是为大家的生活提供便利，我觉得挺有意义的。当然，我也会努力提升自己，争取有更好的发展。苏建国冷笑了一声。意义？小林，你还年轻，想法有些理想化。现在这个社会没有经济基础，什么都是空谈。他突然将军了我一步，我的处境变得很被动。叔叔说得对。我一边应对着棋局，一边说，我知道自己现在的条件不够好，但我会努力的。努力？苏建国的语气变得有些尖锐。小林，我不是瞧不起你的职业，但是你要明白现实。文文现在升职了，是主管，他的朋友圈、社交圈都在发生变化。你觉得你能跟得上吗？这话说得很直接，也很伤人。我感觉到脸上一阵发热，但还是努力保持着平静。叔叔，我理解您的担心。我抬起头看着他，但是我和文文在一起，不是因为他的职位，而是因为我们相爱。我相信感情的力量比物质条件更重要。感情？苏建国摇了摇头。小林，你太天真了，没有面包的爱情能坚持多久？文文现在年轻，可能觉得感情最重要，但是等他真正进入了那个圈子，你觉得他还会这样想吗？这时，苏文从厨房里走了出来。爸，你们在聊什么呢？没什么，就是随便聊聊。苏建国收起了刚才尖锐的语气。小林的棋艺不错，其实我已经输了，而且输得很惨，但我没有计较这些，因为我知道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。从苏文家回来后，我心情有些沉重。虽然表面上苏建国没有明确表示反对，但我能感觉到他内心的不满。果然，第二天苏文就给我打来了电话。浩哥，我爸昨晚跟我谈了很久。苏文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疲惫，他觉得我们不太合适。我握着手机的手紧了紧，心里已经有了预感。他怎么说的？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平静。他说，你是个好人，但是……苏文停顿了一下，但是他觉得我们的生活轨迹不同，将来会有很多问题。我沉默了几秒钟，然后说，文文，你怎么想？我当然不同意。苏文的语气变得激动起来。我跟他说了，我爱的是你这个人，不是你的职业或者收入。但是他说我现在被爱情冲昏了头脑，等我清醒了就会后悔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我不管。苏文坚决地说，我的感情我自己做主。浩哥，你相信我，我绝对不会因为别人的话而改变对你的感情。听到这话，我心中涌起一阵暖流。有这样的女朋友支持，我还有什么好担心的？但是接下来的几天，事情开始变得复杂起来。先是苏文告诉我，他爸开始给他介绍相亲对象。什么？我听到这个消息时，手中的快递差点掉在地上。是我爸单位的一个年轻干部，据说前途很好。苏文在电话里气愤地说，我直接拒绝了，但是我爸说，
如果我不去见见，他就不认我这个女儿。那你去了吗？我当然没去。苏文毫不犹豫地说。但是现在家里的气氛很紧张，我爸妈天天为这事吵架。我妈比较支持我，但是她也拿我爸没办法。紧接着，更过分的事情发生了。那天下午，我正在一个写字楼里送快递，刚从电梯里出来，就看到苏建国站在走廊里等我。叔叔，我很意外，您怎么在这里？我专门来找你的。苏建国的脸色很严肃，我们找个地方聊聊。他带我到了附近的一家茶楼，这家茶楼装修得很高档，一看就是高消费的地方。我穿着快递员的工作服坐在里面，显得格外扎眼。小林，我开门见山地说。苏建国点了一壶好茶，然后直视着我的眼睛。我希望你能主动离开文文。叔叔，你先听我说完。苏建国打断了我。我不是在跟你商量，而是在通知你，文文现在是部门主管，她的前途不可限量，而你一个快递员只会拖累她。他的语气很冷，完全没有了第一次见面时的客套。叔叔，我知道您是为文文好，但是什么？苏建国冷笑了一声。你能给他什么？一个月4、5千的收入，还是你们家郊区的那套老房子？小林，你扪心自问，你配得上现在的文文吗？这话说得很直接，也很伤人，但我还是努力保持着冷静。叔叔，我承认我现在的条件不好，但是我会努力的，而且我和文文的感情是真的，这不是钱能衡量的。感情？苏建国摇了摇头。小林，你太天真了，没有物质基础的感情就像空中楼阁，迟早会倒塌的。他停顿了一下，然后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张银行卡，这里有10万块钱，你拿着，离开文文。我看着桌上的银行卡，心中涌起一阵愤怒。叔叔，您这是在侮辱我。侮辱？苏建国的声音提高了几度。我这是在帮你认清现实，10万块钱够你好几年的收入了，你拿着这钱重新开始你的生活，这对大家都好。我不会要的。我坚决地摇头。我和文文的感情不是用金钱能买断的。苏建国的脸色变得很难看。小林，你不要敬酒不吃罚酒，我能好好跟你说话，已经是看在文文的面子上了。如果你一定要纠缠下去，别怪我不客气。你要怎么不客气？我也有些生气了。我有的是办法让你知道厉害。苏建国站了起来。你一个送快递的，在这个城市里什么都不是。我想让你丢掉工作，就是一句话的事。说完，他留下那张银行卡，愤然离去。我坐在茶楼里，看着桌上的银行卡，心中五味杂陈。苏建国果然说到做到。没过几天，我就接到了公司经理的电话。林浩，你最近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？经理王军的语气很严肃。怎么了，王经理？我心中一沉。有人投诉你服务态度不好，而且不止一个人。王军说，公司已经收到好几个投诉电话了，说你送货不及时，态度恶劣。我愣住了。这几天我的工作一切正常，根本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。王经理，这不可能啊！先不要解释。王军打断了我。公司已经决定了，给你停职1周，等调查清楚再说。挂掉电话，我整个人都懵了。很明显，这是苏建国在背后搞鬼，他真的动用了自己的关系来对付我。我把这件事告诉了苏文，他听了以后气得直发抖。他怎么能这样？苏文在电话里愤怒地说，这太过分了。文文，你先别激动，我反倒平静下来了。这件事我会处理的，我要去找他理论。不要！我赶紧阻止他。
这样只会让你们父女的关系更加恶化。但是苏文还是去找了他父亲，结果可想而知，两人大吵了一架。那天晚上，苏文哭着跑到我的住处，浩哥，我爸他说，如果我不跟你分手，就让我从公司辞职。苏文泪流满面，他还说，他有的是办法让你在这个城市里混不下去。看着他哭得梨花带雨的样子，我心疼的不行。文文，要不我刚想说要不就算了，但是苏文立刻打断了我，不，我绝对不会屈服的。苏文擦了擦眼泪，坚决地说，大不了我们离开这个城市，到别的地方重新开始。文文，浩哥，你答应我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们都不要分开好吗？苏文紧紧抓住我的手，我真的很爱你，我不能失去你。看着他坚定的眼神，我用力点了点头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但是第二天，更大的打击来了。我接到苏文打来的电话，他的声音里充满了绝望。浩哥，我被降职了。什么？公司说我最近工作状态不好，不适合继续担任主管职务。苏文的声音在颤抖。我知道这一定是我爸搞的鬼，他在威胁我，如果我不分手，他就要彻底毁掉我的事业。听到这里，我的愤怒终于到达了顶点。苏建国的行为已经完全超出了底线，他不仅要拆散我们，还要毁掉自己女儿的前途。文文，你先别哭。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。这件事我来处理。浩哥，我们斗不过他的。苏文绝望地说，他在这个城市有太多关系了，我们根本不是对手。相信我，文文。我的声音变得很坚决，有些事是时候该解决了。当天下午，我给苏建国打了一个电话，苏叔叔，今天下午3点，富华大厦顶楼，我们谈谈您女儿的工作问题。我的声音很平静，但每个字都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，然后传来苏建国有些颤抖的声音：你怎么知道是我动的手脚？这重要吗？我反问道。富华大厦顶楼，苏建国的声音里带着疑惑和一丝不安。那地方不是谁都能上去的。我淡淡地说，苏叔叔，您觉得一个普通的快递员会约您在那种地方见面吗？电话里传来苏建国急促的呼吸声，我几乎能想象出他此刻的表情。小林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他的声音完全变了，之前的强势和傲慢荡然无存。3点，富华大厦顶楼。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。苏叔叔，我想您应该不会失约的。挂掉电话后，我仿佛能听到苏建国倒吸凉气的声音。富华大厦顶楼，那可是这个城市真正大人物才能进入的地方。一个送快递的，凭什么能在那里约见他？而我刚才那番话里透露出的信息，更是让他开始怀疑。看来是时候让这位岳父大人知道，他到底在跟谁作对了。下午2点50分，我准时出现在富华大厦楼下。这栋城市地标性建筑共有58层，顶楼是著名的云端会所，据说只有真正的商界精英才能进入。门口的保安看到我快递员的装扮，立刻上前阻拦。先生，请问您找哪位？这里不接收快递的。我淡淡一笑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金色的会员卡。我是来赴约的。保安看到那张卡的瞬间，脸色立刻变了，恭敬地鞠了一躬。林少爷，请您直接上楼，专用电梯已经为您准备好了。乘坐专用电梯直达58楼，电梯门一开，就是一个装修极其奢华的会所大厅，水晶吊灯、真皮沙发、名画装饰，
处处透露着不凡的气息。林少爷，您要的包厢已经准备好了。一位西装革履的经理迎了上来，您的客人还没到，让他直接过来吧。包厢里，我换掉了那身快递员的工作服，穿上了助理提前送来的手工定制西装。从镜子里看去，此刻的我和刚才那个普通快递员判若两人。3点整，包厢的门被敲响了，请进。苏建国推门而入，当他看到坐在真皮沙发上的我时，整个人都愣住了。你是？他的声音在颤抖。小林，苏叔叔，请坐。我做了个请的手势，语气平静如水。苏建国僵硬地坐下，眼神不断在我身上打量着，仿佛要重新认识我一样。我想您一定很好奇。我给他倒了一杯茶，好奇一个快递员为什么能在这里约您见面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苏建国咽了咽口水。我叫林浩，27岁，毕业于清华大学工商管理系。我慢慢说道，同时我也是昊天物流集团的继承人。听到昊天物流这4个字，苏建国的脸瞬间白了。昊天物流，那可是全国排名前3的大型物流企业，总资产超过100亿。而他女儿工作的那家科技公司，正是昊天物流的重要合作伙伴。不可能！苏建国喃喃自语：“你明明是个送快递的，我调查过你的，您调查的只是表面。”我轻笑了一声。林浩确实在顺丰做快递员，这一点没错。但您知道我为什么要去送快递吗？苏建国摇着头，已经说不出话来。我父亲林天花在我大学毕业后给了我2个选择，要么直接进公司当个混日子的少爷，要么从最基层做起，证明自己的能力。我的语气很平静，我选择了后者。所以这2年，我一直在体验普通员工的生活。苏建国的手在不受控制地颤抖着，茶杯险些掉在地上。您知道吗？我继续说道，你女儿工作的那家科技公司，去年1年从我们集团拿到的订单就超过了3000万。您猜猜，如果我一个电话打给我们的合作部门，说有人恶意针对我们的合作伙伴员工，会发生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苏建国的声音几乎是颤抖着说出来的。我不想干什么。我放下茶杯，我只是想让您明白一个道理，不要用您那套陈旧的标准去衡量一个人的价值。那你为什么？苏建国艰难地开口，为什么不告诉文文你的真实身份？因为我想让他爱上真实的我，而不是我的家庭背景。我看着他，您觉得如果文文一开始就知道我的身份，我们之间的感情还会这么纯粹吗？苏建国无言以对。苏叔叔，我知道您是为了文文好，但您的方式错了。我站起身来，真正的门当户对，不是物质条件的匹配，而是2个人的品格、3观和对彼此的真心。苏建国想说什么，但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。现在，我希望您能取消对文文工作的所有干预，让她重新回到主管的位置。我的语气变得严肃起来，同时，我也希望您能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行为。苏建国沉默了很久，然后艰难地点了点头。我知道了。另外，关于我快递员工作的投诉，我希望能得到澄清，我会处理的。苏建国的声音很小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，您不用向我道歉。我摆了摆手，您应该向文文道歉，为您这段时间给他造成的痛苦。看着眼前这个曾经强势的不可一世的中年男人，此刻却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坐立不安，我心中并没有报复的快感，
只有一种说不出的复杂情绪。第二天上午，苏文接到了公司人事部的电话。苏主管，经过重新评估，公司决定恢复您的主管职务。人事经理在电话里说道，之前的决定是个误会，请您明天正常上班。苏文握着电话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另外，公司领导让我转达，对之前给您造成的困扰表示歉意。挂掉电话后，苏文立刻给我打来了电话。浩哥，我的工作恢复了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我正在公司里和父亲开会。听到他兴奋的声音，心中也很高兴。只要事情解决了就好。不对，你一定做了什么？苏文在电话里说，快告诉我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晚上我去找你，当面跟你说。挂掉电话，坐在办公桌对面的父亲林天花笑着摇了摇头。小子，你这戏演得够久的。爸，我这不是演戏，我认真的说，这2年的基层工作让我学到了很多，也让我遇到了真爱。那个叫苏文的女孩是吧？林天花点了点头。我让人调查过，确实是个不错的女孩，能在你身份不明的情况下依然坚定地选择你，说明她的品格没问题。谢谢爸理解。不过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公司正式工作？林天花问道。董事会那边已经等了很久了，再给我1个月时间。我说，我想把这件事处理好，然后正式向文文求婚。求婚？林天花挑了挑眉毛，看来我要准备当爷爷了。爸，我有些不好意思。行，那就再等1个月。不过你要记住，既然选择了承担家族企业的责任，就要做好准备。我明白。当天晚上，我来到苏文的住处，他正在客厅里兴奋地给他妈妈打电话汇报工作恢复的消息。妈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公司突然就说要恢复我的职务了。苏文说着，看到我进门，对着电话说，浩哥来了。我先挂了。浩哥，快告诉我，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苏文迫不及待地问。我爸那么大的能量，你一个……他说到一半突然停住了，因为他注意到我的穿着和平时完全不同。今天的我穿着一套高级定制的西装，手腕上戴着价值不菲的手表，整个人的气质都变了。你今天怎么这么正式？苏文疑惑地问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然后说，文文，有件事我要告诉你。什么事？我犹豫了一下，然后决定开门见山。我不是普通的快递员。苏文愣住了。什么意思？我的真实身份是昊天物流集团董事长的儿子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这2年送快递是为了体验基层生活，锻炼自己。苏文的眼睛瞪得很大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昊天物流就是那个全国知名的大型物流企业。我点了点头。你们公司也是我们的合作伙伴。苏文坐在沙发上，整个人都呆住了。好半天，他才颤声问道，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因为我想让你爱上真实的我。我坐到他身边。文文，如果我一开始就告诉你我的身份，你还会这么自然地和我相处吗？你还会为了我和你爸爸据理力争吗？苏文沉默了很久，眼泪慢慢流了下来。你是不是觉得我很虚伪？我小心翼翼地问。不是。苏文摇了摇头，然后突然笑了。我是太感动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一直在想，我凭什么这么幸运，能遇到你这样的人？原来你比我想象的还要好。文文，不过我有个问题。苏文擦了擦眼泪。我爸的态度怎么突然改变了？他今天还给我打电话道歉了。昨天我和他见了一面，摊牌了。我简单的说了一下昨天的情况，
听完后，苏文哭笑不得，难怪他今天像换了个人一样。浩哥，你知道吗？我爸今天在电话里跟我说，让我一定要好好珍惜你，说你是个难得的好男人。看来叔叔已经想通了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苏文问。你是不是要回公司工作了？再过1个月。我握住他的手，文文，这1个月里，我想正式向你求婚。苏文的眼睛又红了。浩哥，我知道我隐瞒了身份，但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。我认真的说，我想和你一起面对未来，无论是作为林浩，还是作为林家的继承人，我愿意。苏文扑进我怀里，我当然愿意。1周后，苏建国主动邀请我到家里吃饭，这一次他的态度和上次完全不同。小林，不应该叫你林总。苏建国有些局促地说，上次的事情是我的错，叔叔，您还是叫我小林吧。我笑着说，在您面前，我永远是您女儿的男朋友。你这孩子。苏建国的眼中闪过一丝愧疚，我真的没想到，我差点错过了这么好的女婿。叔叔，您不用自责。我说，换位思考，如果我是文文的父亲，可能也会有同样的担心。不，我的方式太过分了。苏建国摇头，利用职权报复你们，这是绝对不应该的。我已经深刻反思了自己的行为。王慧萍在厨房里忙活着，不时探出头来看我们，脸上满是笑容。小林，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啊？王慧萍问道。我和文文他爸都等着抱外孙呢。妈，苏文羞红了脸。我正在准备求婚。我看了看苏文，希望能给文文一个难忘的回忆。好好好，苏建国连连点头。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尽管说。饭桌上，苏建国主动提起了工作的事情。小林，你们昊天物流确实是行业标杆。他说，我女儿能有这样的男朋友，是她的福气。叔叔过奖了。我谦虚地说，其实这2年在基层工作，我学到了很多。如果没有这段经历，我也不会成长得这么快。是啊，能沉下心来体验基层生活，这本身就很不容易。苏建国感慨地说，现在很多年轻人一毕业就想当老板，缺乏这种踏实的精神，这也是我爸对我的要求。我说，他常说，做企业就是做人，要想领导别人，首先要理解别人。苏建国点了点头，你父亲很有远见。对了，叔叔，我突然想起一件事，我想正式邀请您和阿姨参加我们公司下个月的年会。作为重要合作伙伴公司员工的家属，你们有资格参加。真的吗？王慧萍兴奋地说，我还从来没参加过这么高级的年会呢。当然是真的，我笑着说，到时候我也会正式介绍你们认识我的父母。听到这话，苏文紧张地握住了我的手。别担心，我轻声说，我爸妈早就想见见你了。那天晚上，我们一家4口坐在客厅里聊天，气氛前所未有的和谐。苏建国甚至主动跟我下了几盘象棋。这一次，他没有再咄咄逼人，而是真正把我当成了未来的女婿。小林，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。苏建国在收拾棋盘的时候说，你在富华大厦约我见面的时候，为什么选择那个地方？我笑了笑，因为只有在那种地方，您才会意识到我不是普通人。如果我在别的地方跟您摊牌，您可能会觉得我在吹牛。确实，苏建国苦笑着摇头。当时我就知道不对劲了。富华大厦顶楼，那可不是谁都能上去的地方。其实我也很紧张。我坦诚地说，我怕您接受不了，也怕文文会因为我的隐瞒而生气。傻孩子，王慧萍在旁边说，真心相爱的人
怎么会因为这种事情分开呢？苏文靠在我肩膀上，轻声说：“浩哥，谢谢你没有因为我爸的态度而放弃我们。”怎么会呢？我轻抚着他的头发，我早就说过，我们要一起面对所有的困难。这一刻，我真正感受到了家的温暖。虽然过程有些曲折，但最终我们还是走到了一起。1个月后，昊天物流集团的年度盛典在市里最豪华的酒店举行。这一天，我正是以公司少东家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。当我穿着定制的燕尾服，挽着一袭长裙的苏文走进会场时，整个大厅都安静了几秒钟。很多人认识那个经常在写字楼里送快递的年轻人，但没有人能想到，他居然是林氏集团的继承人。各位来宾、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我站在台上，面对着几百位商界精英。今天，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个人。我看向台下的苏文，他正坐在父母身边，眼中满含着骄傲和爱意。2年前，我选择到基层体验生活，当一名普通的快递员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遇到了一个女孩，她不知道我的身份，却依然选择了我。我的声音传遍整个会场，她教会了我什么是真正的爱情，什么是不离不弃。台下响起了掌声，苏文的眼中已经含满了泪水。今天，在这么多朋友的见证下，我想向他求婚。我从口袋里拿出一只精美的戒指盒。苏文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全场沸腾了，所有人都在鼓掌。苏文捂着嘴巴哭着跑上台，用力点头，我愿意，我愿意。当我为他戴上戒指的时候，台下的苏建国也在默默流泪。文文，对不起，是爸爸差点让你错过了真爱。后来，苏建国在台下对女儿说：“你选择的这个男人比爸爸想象的还要好。爸爸，您不用自责。”苏文握住父亲的手，经历过这些，我们的感情更加坚固了。我的父母也赶来了现场。林天花握着苏建国的手说：“亲家，我们的孩子们真是般配。”是啊，是我之前太短视了。苏建国感慨地说：“小林这孩子人品好，有担当，文文跟着他，我放心。”那天晚上，我们2家人一起吃了顿饭。席间，我正式向苏文的父母表达了我的想法。叔叔、阿姨，虽然我隐瞒了身份，但我对文文的感情是真的。我认真地说，我会用一生来爱护她，保护她。我们相信你。王慧萍擦着眼泪说：“你们的感情经受住了考验，一定会幸福的。”苏建国也点了点头。小林，我之前的行为给你们造成了伤害，希望你能原谅一个父亲的愚昧。叔叔，您是为了文文好，我理解。我说，而且正是因为您的阻力，让我更加确定了自己的心意。是啊，苏文在旁边说，如果一开始就很顺利，我们可能都不会这么珍惜彼此。林天花在旁边笑着说：“看来我这个儿子找到了真爱。浩儿，你要正式回公司工作了，准备好了吗？”“准备好了，爸。”我看了看苏文，不过我希望文文也能加入我们公司，我需要她在我身边。这个主意不错。林天花点头。我们正需要年轻有为的管理人才。就这样，我们的爱情故事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局。苏文从他原来的公司辞职，加入了昊天物流，成为了市场部的总监，而我也正式开始了接班人的生涯。回想起这段经历，我经常会想起那句话：真正的门当户对，不是物质条件的匹配，而是2个人的品格、三观和对彼此的真心。苏建国后来也经常跟别人说起这件事，我差点因为偏见而拆散了一对真心相爱的人。
还好，真爱经得起考验。现在，每当我穿着工作服送快递时的照片被放在办公室里，提醒着我永远不要忘记那段最真实的时光。那段时光里，有一个女孩不顾一切地选择了我，也有一个男人用他的偏见给了我们最珍贵的考验。正如苏文常说的，感谢那些考验，让我们的爱情更加坚不可摧。而我想说的是，感谢遇见你，让我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爱情。我们的故事告诉所有人，真爱面前，身份地位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那颗真诚的心。就像我在富华大厦对苏建国说的那句话一样，当一个人真正爱上另一个人的时候，外在的一切都变得不重要了。爱情的力量足以跨越一切鸿沟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